大家好，我是 PP 样。你今天 PP 养了吗？离暗黑上市只剩不到几天了。下星期五6月2号早上7点正式开战。在开战之前，我在为我的野蛮人做一些总结。首先，野蛮人的升级速度的话，我在16等经验值3格半的时候，到了地层黑色收容所实测。一个副本大约是14分钟打完，14分钟我的经验值升到了17等4格整，所以一个副本大约是1级多一点的经验。那我测试其他副本，大约都在10到15分钟左右打完，也大概都在1等上下左右的经验。所以我玩野蛮人在没有追求速度的情况下，边解主线边打副本，慢慢打上去，大约4个小时升到20级。这速度跟一些其他实况主比起来可能是有点慢，但没关系，毕竟我是个休闲玩家。休闲玩家心态一定要摆正，不是专业的就不要去跟专业的比，我们就慢慢来，调整好自己心态，慢慢的玩，游戏才能长久。再来，野蛮人的技能，我还是最喜欢他的猛扑跟动荡正击这2个技能。猛扑一直追击，一直敲，一直追击，一直爽。动荡正击轰隆隆的，眼前就清净了，多有打击感的技能啊！虽然大多数野蛮人是以流血为主要技能，好像是通关的最佳选择，但我总觉得流血玩起来没有那种快感。如果少了那种打击感，那我何必选择野蛮人开荒呢？还不如去选择其他更主流的职业，例如侠盗或是魔法使。或许这条路会走得比较辛苦，那没关系，我们就试试看嘛。说不定运气好也会被我打到一些词缀，说不定啊。再来，在游戏开始之前，我推荐下面2个网站。这2个网站是我目前看到觉得暗黑统整的比较完整的2个网站。第一个是暗黑盒，虽然是简体网站，但它的技能模拟器实在是相当方便。先了解你的技能该怎么点，到时候可以节省你很多看技能的时间。那不过因为这看起来是内地那边做的网站，所以它都是简体字。技能的名称跟名词也跟台湾有点不同，那没关系，我想大家还是看得懂的。第2个网站是暗黑编年史，这个网站它收集了很多我觉得基础相关的知识，例如各种职业的词缀，还有第1章的任务说明，完整地图标示，包含前期必收集的莉莉丝的祭坛之类的点，里面都已经把完整位置都已经标示出来了，你只要看图打怪就好。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更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慢慢去研究。基本上我觉得这2个网站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整理的比较详细实用的网站。那当然如果大家有看到更好的攻略，或者是有更好的网站，也欢迎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我想许多人都跟我一样，都还是在学习摸索中的新人，所以希望大家能一起进步。那再来说一下野蛮人，我觉得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野蛮人跟其他职业比较不同的就是，它可以放4把武器。4把武器分别是盾级类武器、斩击类武器，这2个都是双手类武器，还有2个单手类武器，总共4把武器栏位。这4把武器的装备属性包括词缀，在测试版都可以实装。也就是说，感觉上野蛮人天生就比其他职业多了2件武器的属性。也有人因此说野蛮人会是后期最强职业，这个我也没办法判断，毕竟我也没有这个经验。不过目前感觉上可能是这样啊，毕竟我脑波弱，容易被洗脑，洗脑洗久了就脑雾了。但这个前提也是要达到有好的武器、好的词缀，所以大家都说野蛮人开荒会很辛苦，除非你是欧洲人，
随便打打，传奇就掉在你面前了。但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做不到，因为我是天生的黑脸，所谓的非洲人。那也没关系，我相信跟我一样脸黑，不对，是跟我一样是野蛮人爱好者的一定有很多。我们大家在一起努力，共同分享心得。再来玩野蛮人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句话出现，这句话是将武器切换几次可以获得什么能力。那这个切换武器并不是说你真的要实际一直在你的装备栏位切换你的武器，装上去再拔下来，而是说要先开启野蛮人的技能树，再把滑鼠游标移动到技能栏位。可以看到野蛮人的技能栏位下面有一个叫做武装选择，点开来，第一个图案叫做自动选择。自动选择就是会帮你自动装备身上数值最高的武器，也就是 DPS 最高的。第二个符号是双持的意思，双持就是双手持刀，也就是一手一个单手武器，够白话了吧？也就是选择单手武器的符号。第三个是盾级，也就是画面左下角的武器。最后一个叫斩级，也就是画面右下角的武器。其实打开装备栏位都有相对的图示可以让你比对。接着因为我是用电脑玩，所以用滑鼠的滚轮可以循环切换武器的选项，左右键选择或移除武器。至于手把的玩家我没有实测过，希望有人帮我解答。因为我为了躺着玩暗黑，已经买了一支 Xbox 的无线手把，就等开战了。再来，如果你把你的4个技能设定成4个不同的武器选择，那你每次释放一个不同的技能，就等于是切换一次武器。所谓的切换武器次数就是从这里来的。再来，对开服后一些建议的心里话，我是觉得目前大家怎么玩都只是测试中的版本，那我终究遇不到所谓有参加或真正有玩过内测、玩过整个游戏流程的人。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的角色设定，未来都不知道未来官方会做什么调整。所以即使你现在选择是主流的角色，也并不代表未来不会被调整。所以我觉得，除非你有一个你想要的目标或想要达到的目的，你非达到不可，那你再有目的性的去选择你想玩的职业或模式。要不然一开始我觉得还是跟从你的心吧。既然花钱买这款游戏就是要享受，当然就是先玩自己最想玩的职业。除非你真的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任何想玩的职业，那没关系，我们就是先以主流为主。花钱玩游戏，千万不要反被游戏玩。再来，如果想要快速升级的话，基本上就是你经验值要比别人多嘛。经验值要怎么比别人多呢？第一个，找朋友，跟朋友组队一起解任务、破关、打怪，可以额外获得 10% 的经验值。那这 10% 的经验值差距实在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惜我就是个边缘人，没有朋友，到时候也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开荒，天生就慢人家 10%。没关系，那还有另外一个选项，那就是你一开始创好角色以后，可以先选世界2，会多 20% 的经验值。但世界2的难度相对来说就比世界1高，对野蛮人可能就吃力了一点。或许我会考虑平时用世界2，精英或打王切换回世界1，两个是可以随时调整的哦。因为有时候如果打不过，还不如降低世界难度，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有效率。但如果你玩的是一些主流角色的话，那强力建议可以选世界2，这 20% 的经验真的很补。最后就是要记得制作经验值药水了。当你5等以后，可以制作获取 5% 经验值的经验值药水。虽然只有 5%， 但不要小看这 5%， 打久了，这 5% 也就是造成你等级差距拉开的关键了。
而且它的材料在野外的药草其实不难取得。记得没事去野外的时候就翻一下药草，当你回主城的时候，那个材料数量应该够你做许多药水带在身上常驻状态了。再来分享一些我从其他论坛或影片看到的一些小技巧。第一个是，如果你有时间，一定要记得去找莉莉丝的祭坛，还有注意声望系统可以升级的时机，因为他们的加成能力跟给予的金币对前期来说是帮助蛮大的。第二个是10等、20等等级到的时候，记得找药剂师提升药水性能，有助于你的生存。第三个是各职业流派其实没必要太执着，优先选择你顺手的，其次再去各大网站参考别人推荐的，不然谁知道会不会有朝一日风云变色，主流变毒瘤，或是你脸黑到永远都打不到你要的词缀。第四，初期不要浪费时间刷装备，花钱强化装备，因为初期装备汰换率太高，后期金币开销太大，通常就是无脑一路主线、支线、地层顺刷下去，其他的都是50等之后再考虑的事情。最后说到底，我就是个休闲玩家，专业玩家对我的建议看看就好。一堆影片在介绍什么词缀最强最好，什么流派最猛最秀，一切都是浮云，这都要看脸的。休闲玩家就学我，我从来不去记传奇到底有哪些词缀，打到什么用什么，怕的是你没脸打到传奇。我都懒得研究大家说的什么旋风蛮、先祖蛮，什么技能我用的爽我就一直爽，该玩就玩，该休息就休息，该打手机讲电话就打手机，千万不要像我们的爱老传出了暗黑不举的症状。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不要变成暴雪的仆人。以上就是开战前最后对野蛮人的一些心得感想。如果喜欢我的影片，麻烦按赞、订阅、分享。我是 PP Young，我们6月2号实况不见不散。